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，曾让人魂绕梦牵？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，也藏着万丈深渊。聪明的、愚笨的、善良的人，都是你熟悉的人。在山坡，在悬崖，在巅峰云端，在这人世间。让雪花纷纷扬扬。爹，找我。回来了，来坐。黄楼寺的谈判告一段落了，明日上殿去稳这些，啊。您说的是明日晚上的夜宴？嗯。这顿饭有什么不对吗？天下皆知，文坛泰斗尽在北齐。早些年，读书人甚至以北齐科考高中为荣。今年虽好些，但要说到文人，我庆国总是略有逊色呀。如今庆国文坛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。我？文坛？前些日子你写的那首《万里悲秋》被我朝文人评为当世奇言第一。哎呀，私底下很多人在说，这年纪就有如此成就，将来未必输给庄墨涵。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一首诗是少了些，只是我朝盼文韵，如求甘霖。司马也当活马医了。那你就是那司马。所以明天晚上，所有人就在那儿看着我和文坛宗师庄墨涵的见面。哎呀，也不是让你语出惊人，你只要行止稳健，这就够了，啊。明天晚上您去吗？哎呀，明天设宴是为了鸿胪寺和礼部准备的，我以户部侍郎去做什么呀？别慌，我只提你一句，庄墨涵何等身份，怎么可能真与你这小辈为难呢？明日夜宴，范闲议制，烦请庄先生为此子声明。你挂了红灯笼，说，这么多年了，
我就一直特别好奇，你到底是能不能看见？怎么我挂个灯笼你也知道，连什么色儿都知道？我很难解释。我能知道这一切，但不是靠看。心眼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说，我觉得你一直这么神秘，谁要是敢惹你，一定是自寻死路。走走走。咱们话归正题。明日夜间，皇室在祈年殿设宴。祈年殿，跟王启年有什么关系？跟谁？王启年。说，我觉得你不只是神秘，怎么最近思维也这么跳跃了？思维。我觉得，祈年殿跟王启年没什么关系。好吧，说正事儿啊。明日宴席主要是为了庆祝北齐一役尘埃落定，也算是件盛事。哦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找你过来？我不问，你就不说吗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啊。好，明日宴席散后，咱们夜闯后宫。决定了。一场盛事过后，正是松懈之时。好，计划不变。我引开洪慈祥，你入太后寝宫，找到钥匙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太后会把钥匙放在哪儿，所以藩长需要花些时间。他枕头下床板处有一处暗格，紧要东西都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？小姐当年翻过。老娘为什么要翻太后的暗格啊？老太太寡居多年，看上去一本正经，不知道私底下会不会藏些情书。这是小姐当年原话。他就为了看点八卦，就去翻当朝太后的家底。虽然我不知道八卦是什么意思，但你说的没错。没人发现吗？是我替他把的风。你笑什么？千言万语，一时不知如何形容。形容什么？先不管这些，总之最大的难题，老娘当年已经帮我解决了。现在，只要确定钥匙在哪儿，我10有8九能拿出来。盗走钥匙，老太太怕会发现，放个赝品回去。你没见过正品，怎么事先做好赝品？这个我有办法。好，明日夜里，在这儿等我。好像有人来了。我约的。你约了人？大人，进来吧。深夜叫我前来，是有何吩咐？有个事儿想问你。大人请问。祈年殿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那就对了。什么那就对了？没什么。自己做。嘿，大人不必客气，我站着就行。大人，我听说您在鸿胪寺威震北齐使团，为庆国立下了丰功伟业。明日我会参加夜宴。大人英姿勃发，败将入相，指日可待。这银子是给我的。是。谢大人。大人，您下回再赏我呀，您赏我银票，银票好藏些。然后我要夜闯后宫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夜闯后宫，然后潜进太后的寝宫，偷一把钥匙出来。当然了，为了避免老太太发现，还要连夜做一把赝品放回去。大概就这么个计划。您这是开玩笑呢？没有啊，您当真要做此事？是啊。这可是灭门的罪过。应该吧。那这事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我刚才说了呀，我得连夜做一把赝品钥匙，得找京都最好的锁匠。我对京都又不熟，得找个人面广的。
你呀，此事要是把我牵连进去，那我也是死罪。哎，你就帮我找了个锁匠，做了把钥匙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啊，那你就光跟我说找个锁匠，对吧？你干嘛要跟我说那么多呀？本来也想这么说的，但是不行啊。明天，你得在皇宫外边等我。大人，你就不怕我告发你？你就这么信任我，把你的身家性命都交到我手上？我当然信任你了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帮我只是冒点小险，害我才是死路一条。此话怎讲？你也知道陈萍萍怎么对我，院长待你如子侄，所以呀，如果是我告发你，害你性命，那院长他一定把我给千刀万剐了。我就说你是个聪明人吧。那你干嘛不让大人帮你这个忙？哎，有些事儿大人物做反而不方便。我还能说什么？随便你啊。我认识个好锁匠。好，让他明天晚上等我。好。从今往后，你每月俸禄再加10两。这可是抄家灭门的买卖，你就加10两，你不觉得他有点少？不要，要。下回给银票。什么时辰了？未时了。祈年殿那边布置上了？是，一早就开始布置夜宴的事。给我安排个位子。只是为鸿胪寺和礼部办的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安排吧。是。啊，都等不及了。问过了，祈年殿夜宴有10左右可以入席。殿下，您如此这般吃喝，宴席上又怎能吃得下去啊？这样的宴席，就是喝酒唱赞歌，怎么可能吃得饱？也是，这样的酒席也是走走过场。殿下，您实在没必要特地去。范闲处死的差事办成了，我自然应该当面祝贺他一声啊。这范闲不是已经入了太子门下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不然太子怎么会让他去和北齐使团谈判？范闲这样的人物，太子收服不了的。我跟范闲相见不多，却如遇知己。范闲啊，性子跟我一样，不是甘居人下的。殿下立于此处多久了？也有半个时辰了。殿下怕衣服上了褶皱。什么时辰了？回殿下，已经有时了。百家祈年殿。是。庄先生，车驾已备好，可以出发了。东西我来帮您拿着。大人，锁匠那边说好了。好，喝酒去。
哎呀，范大人！哎呦喂，辛大人，真是有缘，确实有缘。哎，范大人怎么不穿官服啊？哎呀，不就吃个饭吗？我又不是什么大官。哦，那好，那待会儿我得多敬您几杯啊。二位大人，循例盘问，若是有什么利器，可不能带入殿内。赴个宴还带什么利器呀？哎，范大人，你听，这个礼乐就是礼部准备的。针算吗？钢针这么长？哦，不行的。稍等啊。现在没了。哦，辛大人，咱们走吧。我被刺杀过，谨慎了些。哎，对，该谨慎，谨慎是对的。毒药能带吗？毒药？不行不行不行！范闲，哎，殿下，这是哪一出啊？哎，别碰，我自个儿调的毒药，宴席里不让带。真不愧是飞阶的徒弟，毒得死人吗？那当然。给我一包。不成。为什么？回头陛下跟太子那边出了事儿，我这没法交代。也是，那算了。哎，范闲，这次你立功不小，前景无量，恭喜！多谢殿下。平时多走动，朝堂里我也能帮你一些。客气。参见二皇子。你是鸿胪寺的那个王辛啊，辛其武。辛其武。我记得你是太子门下的。都是朝臣，都是朝臣。以后在太子那儿待的不好了，就到我门下。啊，应该是没有了。这下确实没有了。哎，别乱碰啊！这里边好几个，我自个儿都不会解。辛大人，哎，想什么呢？你说这宴席二皇子干嘛来了？那自然是为了拉拢像辛大人这样的盖世奇才啊！范大人又拿辛某说笑。那二皇子明明是拉拢您，他怎么会拉拢我呢？啊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明鉴。啊，辛其武对太子绝对是忠心耿耿，绝对不会改换门庭的。太子殿下，我作证，刚才二皇子确实有所拉拢，但是辛大人是忠贞不二，确实没答应啊。对。多谢范大人慷慨之言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放心，殿下没那么小气啊。是。哎，不对呀，范大人。刚才二皇子说那话明明是拉拢你呀，那怎么现在反倒是让您帮我撇清关系啊？都一样，可不一样啊，大人。公主也到了。你这贼子可还有脸再见我吗？啊！你哪位啊？岂有此理！当日行凶伤人，你居然在这儿装不认识我啊！郭少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！你看你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，真好啊！你居然敢把我给忘了！慎言慎言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怨妇。你这个恶贼，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都在心里记着呢。越发的像了，你来干嘛？他来干嘛啊？我乃宫中编撰，
家父礼部尚书，我为何不能来？能来能来，马上上菜了啊！郭少叔休要得意啊！范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就要亲眼在这个地方，我看着你万劫不复，身败名裂。不闹！父亲，这是什么场合啊？回去坐着。是。犬子无状，而请小范大人海涵。你又是哪位啊？这位就是礼部尚书郭攸之郭大人。哦，原来是尚书大人。大人放心，令郎顽皮可爱，我完全没有生气啊。别左顾右盼了啊！这边是咱们的座啊！来，这边，咱们这边，来，坐啊！走，范大人，走。范大人。郭宝坤也是太子门下，我看二位还是和解了吧。我倒是没事，你看他一眼。慢慢就解开了啊。大人，你真把这打了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在下自小熟读圣贤之书，一向克己复礼。怎会打人？那头几天在当街还杀了个北齐高手呢。这酒不错。是，不错。老谢啊，那儿还空着2个位子，给谁的？估计是给东夷城和北齐2位大将准备的。北齐来了个文宗庄莫涵，东夷城来了谁？这个东夷城，没事吧？此人为何持剑入宫？四顾剑门下，向来都是剑不离身，陛下特准的。四顾剑门下，他就是大宗师四顾剑首徒云之兰。云之兰，当日你在街头杀的那2个女刺客，就是他的弟子。这次东夷城派使团来到京都，也是为了此事。他卖酒吗？这个倒是没听说。大人何出此言啊？听着像酒的名字。像吗？范大人，长公主唤你过去，有话交代。凑近些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等你来杀我，怎么也没个动静。殿下莫急，随时给您个动静。你若发誓效忠于我，我可将婉儿嫁与你，内库财权也给你，还有更多你想要的。那我要是想要你滚出京都呢？伟大的愿望，一定要试试看。
臣定不辜负公主期许。嘿，范闲跟姑姑倒是相聊甚欢，不知道在聊什么。这与我何干呀？太子是想收范闲于门下吧？不如咱们打个赌，看范闲到最后会投靠谁？赌什么？拿命吧！好像臣开的这个玩笑不符合礼数，太子殿下恕罪。好啊。庄墨寒到了。你还从未见过庄先生吧？或是天数，北齐出了这么一位文坛大宗师，数十年来视经著文，著作等身。从某种角度讲，他比帝王还要强大。文道传承在于一身。老爷子也不嫌沉。若是让读书人听到，定会骂你不尊圣贤。我怎么会承认这话是我说的？我听说有人将希望托付在你身上，期盼你终能成就文坛大家的身份。公主想必不会这么期望。好了，庄先生到了，宴席也该开始了，你也归坐吧。臣告退。机会我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陛下驾到！这边。đứng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已经到祈年殿了。今日轮值的宫女太监禁卫都查过了吗？都查过了，都是家世清白，没有可疑之人。进殿之人有没有行迹诡异的？有。范闲，据禁卫处报，他到祈年殿时身上带了短刃和毒药。庄墨寒那边呢？庄墨寒只带了一卷旧纸上殿，我的人借机碰过了，里边没藏东西。我觉得庄墨寒也不是一个习武之人，应该闹不出什么大事吧。云之兰持剑上殿的，是。但是云之兰师从四顾剑，跟庄墨寒应该不会有什么瓜葛吧？云之兰如果要是出剑弑君的话，谁来阻拦？洪四祥、洪公公就在殿外。上山！
洪公公，是只夜枭。国少，范协律，范大人叫你呢，叫我啊，叫我什么呀？你是太常寺协律郎，这是官名儿。陛下，你见朕几次都没跪下过，这次以为你还会站着，那岂不是要犯了众怒？看你的眼神里恍恍惚惚，你还挺贪杯是吧？回陛下，场面如此之大，臣难免有些紧张啊。云之兰，你的那2个徒弟，就是他杀的。我知道。别看他年轻，可有点本事哦。杀我，才算本事。四顾剑的徒弟，就是有点傲气。朕体会到了。范闲，鸿胪寺传来折子，说你这次差事办得不错，大战由你而起，也由你而终。朕不想当众赞扬你什么，来，陪朕喝上一杯。范协律，请留步。陛下，儿臣有话想说。说。范闲除武勇之外，亦是文采照人，儿臣便对其诗才赞叹不止。近日有听闻，与北齐谈判时不卑不亢，进退有度，堪以大用。直接说。来年春闱，不如由范闲主持科考，少年才子提点天下生源，载入史册，或是一段佳话。范闲虽有诗名，但是终究资历尚浅啊。陛下，范闲资历虽浅，才华难掩，儿臣附议由范闲主持春闱大会。离春闱还有些日子，到时候再定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陛下，这位少年郎便是范闲吗？庄先生也认识他，读过他的诗。此人虽然年少，倒有些诗才，庄先生要多多提携后进哦。老夫本是齐国之臣，庆国政事本不必多言。可这春闱考比，乃是天下读书人立身之根本。选择主事之人，当谨慎为上。庄先生说的极是，
春闱的事儿，确实应该慎之又慎。张先生学贯古今，我一向是佩服的，但刚才的话却不敢苟同。我虽是一介女流，见识浅薄，却也读过范闲那篇七言。此人是很年轻，但仅凭这首诗，便可看出才气逼人。先生刚才的话隐隐针对范闲，莫不是担忧少年郎后来居上，将来名声盖过先生？在座诸位都是古公之臣，名学大家，自然不喜口舌之争。本宫不识礼数，却愿意为我庆国才子说句公道话。是说那首七言诗吗？正是。敢问先生，有哪首诗能胜过范闲这篇七言的？林睿，殿前休得无礼。庄先生海纳百川，对此等言语不必在意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真是一首好诗，我写了一生的诗，就没有一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甘拜下风了？这诗的前四句是极好的，可世人都说，这诗中最精华的是后面四句，后四句自然是绝句。唉，可惜呀，那不是范先生所写。这诗是范闲抄袭的？是的。朕也觉得好生奇怪，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才呀？范闲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庄先生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反正庄先生德高望重，空口无凭，说话也算数。陛下，儿臣可以作证，范闲这首诗是在靖王府诗会所作，当时宫中编撰郭宝坤也在场，可为人证。郭宝坤在吗？臣在。这首诗是范闲做的吗？是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蓄意构陷了，或是被什么小人蒙蔽，所以才有此误解。说来也凑巧啊，这首诗的后四句，乃是家师当年由于停舟所作。本来，这样的佳句重现天下是件好事情，但范公子却以他人诗作邀名，这不太妥当吧？文人立世，德重于才。这首诗的前四句，范先生文采斐然，自有过人之处，那又何必去贪名求进，要以他人之作邀取声名呢？我再三的犹豫了，是否将此事说破？可仔细的想想，要说出真相，
却也是帮了范先生迷途知返。所谓不破不立，重新立德养心。范公子啊，这也是老夫一片爱才之心，并无恶意，望范公子自省。范闲，有话可说。庄先生，令师可是姓杜啊？家师不姓杜。那就没事了。庄先生素有尊师重道之名，想来不会以老师之名胡乱攀扯。但人心难测，眼看后学晚生，声名鹊起，心怀不甘，胡乱编造，毁人前程，也未可知啊。长公主，你这是怀疑老夫道师之名，构陷后晋？不敢，只是我庆国与北齐不同，注释首重律法。先生若要指人以罪，空口白话，却不足以为凭。长公主说的有道理。请看，这是当年家师亲手所写，这算不算得上是凭据啊？确实是这4句。时光在岁月长河里不停地轮回，记忆在前世今生里不停地交汇，慢慢星河醉，转眼间春去秋来，雁儿已难飞，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，在梦里转了千百回。看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这余年，纵然实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啼笑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看顾这余年，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并肩。看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这余年，纵然实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啼笑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看顾这余年，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